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一部从嘉义坐专车来台北找张大哥的 R129 300SL 的分油盘的故障检测。那首先我们看到大哥要检测的是这颗分油盘，但是这个分油盘它的已经被换过了。那标准的 M104 的 24V 的分油盘应该是蓝标的，应该是这一颗。那但是呢，这车主付过来的是 M103 的分油盘，很显然这分油盘是已经被换过了。那标准的应该是 M104 的 24V， 应该是这颗蓝标的分油盘。但是车主他这一颗因为大哥也没有实际上去做M104 装这颗分油盘的这个状况。那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分油盘是 M103 的分油盘，它出油量比较小。M104 的标准的分油盘，它出油量比较大。在大哥机台上面一测试就知道了，它出油量比较大。那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两个油压调整器这个油压调整器的后三码是013，那这颗油压调整器后三码是001我们看到001 ，OK， 车主付过来的是 M103 的分油盘配001的油压调整器，那这个是 M103 在用的，那差别在哪里呢？这一组001配的 M103 这一组，它的系统压力是在 5.6 kg 而已，cm 平方。那013的这一颗配 M104 的这个蓝标的分油盘，因为它出油量比较大，它的公约压力也比较大。那他们两个是一组的，但是车子付过来的104的是用 M103 的这种出油量，它出油量比较小。那加上因为还有个第三个差别不一样，我们看到这个喷油嘴左边的是细牙，左边是粗牙的，右边是细牙的。细牙的是 M104 在用，等于说这样是一组。细牙的配104的蓝标，高出油量、高系统压力的013，那这样是一整组 M103 W126 或是一般的6缸直6的在用的 M103 在用的，配001低系统压力、低出油量，然后粗牙的喷油嘴。那粗牙喷油嘴跟细牙喷油嘴又有什么不一样左边这一颗粗牙的，它的起喷压力大概在 3.3 公斤左右。那右边这个细牙的，他们是凑成一组的，它的起喷压力大概在 4.3 公斤左右。也就是说，为什么他们凑成一组呢？高出油量、高系统压力、高起喷压力，所以这是一整组。那 M103 呢是低系统压力，低出油量，配上低起喷压力，所以这是 M103 这一组的。那今天这个车主付过来的是这样一组细牙的高起喷压力配低出油量的分油盘，然后低系统压力的。其实这样的配起来，
是会有问题的，但这一组的。那今天这个车主付过来的是这样一组细雅的高起喷压力配低出油量的分油盘，然后低系统压力的。其实这样的配起来，是会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搭配 M103 在引擎在用了，但是这个因为 M103 的马力比较小，你今天把 M104 的出油量给它的时候呢，它给它的时候，它有供油量比较多，烧不掉，因为它 M103 的引擎没有办法吃那么多的汽油，产生足够的马力，所以说这一组在 M103 是绝对没问题的。那时候在 M104 的时候会产生什么现象呢？如果这一组车主付过来这一组，然后他当然也是付细牙的，因为细牙的接头的关系，它不可能去改成粗牙的，因为接头根本就不一样所以他原来他车主付过来 M104 付这一组，那这一组的时候，大哥在预估，我还没有这样去试用过，因为我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好，如果说假设我们如果把这一组按照车主的引擎 M104 的24V 如果装起来的时候呢，我在预估车子一定还是很顺，但是马力会不足。为什么？它供油量不够 M104 的引擎来吃，和油价无够就对啊，无够一加，马力可以很大，但是你无够一回加袂饱，马力会出不来啊，车嘛是会顺的对啊。所以我建议车主，分油盘应该把它换成 M104 的，好，然后呢，这个油压调整器当然也一定要换掉了。那它粗压喷油，它细压喷油嘴当然没问题，好，我们买新的就好了，这样才能够回复 M104 24V 的标准马力。那今天问题来了，这个013的这个高输出 M104 在用的这一颗油压调整器很贵，这个几乎买不到了。大哥是有库存。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84603。由于它这个是 M103 引擎的分油盘，它出油量比较小。但是是在嘉义来的 R129的300SL 上面附过来的喷油盘，所以到时候大哥会更换上这个蓝标的 M104 的正确的喷油盘。那无论如何，我们先来做个检测，看看它车上这个喷油盘的出油状况是怎么样。然后呢，我们也会再做一个完整的测试这颗蓝标的这个 M104 的喷油盘的流量测试。OK， 这个喷油盘的编号是84603。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也就是了解到它的行进当中的出油量，系统的出油量是什么样的状况。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如果按照这个 M103 的出油量，1分钟应该是在170ml 左右。好，如果我们用这颗 M103 出油量比较小的，装在 M104 的引擎上面。因为 M104 的引擎的马力是226匹，M103 是185匹，排气量大概相同，都在3000cc 左右。那如果说 M103 装的分油盘装在 M104 的引擎上面的话，它一样可以工作得非常好。但是因为它出油量不够 M104 的引擎那么大的马力来使用，所以它马力应该会打折但是呢，为了我们要花费
M104的马力，所以说还是必须把它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为了让 M104这个引擎的226匹的马力能够发挥，所以说我们必须还是要把它更换为这个蓝标的。OK，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出油量。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90，第一缸90，第二缸90，第三缸90，第四缸90，第五缸90，第六缸也是88左右。标准的在张大哥的机台上面应该是在170 ml， 哇！所以说它的170 ml少了80 ml， 只是说一半的油都不到。所以这部从嘉义来的这个 R109 的这个300 SL， 它引擎发不动的原因，终于找到了，是它的出油量太少了，所以这个引擎是发不起来的。如果说170 ml， 假设170 ml， 如果它少了出油量在130、140的时候还可以发得起来，但是跑起来就会感觉到吃不到油，会抗吹了哈。但是它这个只有出油量就90 ml， 所以它这肯定是发不起来的。所以说这部车子为什么会坐专车从嘉义来找张大哥呢？就是因为它供油量太少了，堵塞太严重，大油道堵塞。那等一下我们会再来做这一颗蓝标的这个分油盘的完整的测试。接着我们要来测试这一颗即将装在R129 300 SL 上面的M104正确的蓝标分油盘。好，这个分油盘的编号是84603。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然后再来做模拟怠速小油门10分钟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我们可以听得到它这个出油量的声音比较尖比较高，因为我现在也换上了这个正确的后三马013的高流量 M104 用的油压调整器，因为它的压力是在6.6公斤左右，跟 M103 的5.6公斤差了1公斤，所以它出油量。它的出油压力比较高，所以我们听到声音比较尖。在大哥的机台上面，它的出油量应该要在190 ml 左右。这个如果你再仔细听刚刚我做测试的那个这个出油量是声音不一样。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现在我们进行的是这颗M104蓝标的分油盘，编号97440的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误差值是越小越好。OK， 好，时间到，
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第二缸190，第三缸、第四缸188，第五缸、第六缸19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测试下来的误差应该在3%以内成绩算是相当优秀的。那由于这部车子这部 R129的300 SL 从嘉义做专车来的这部车子，因为它停牌多年，如果以座椅上的那个灰尘来判断，应该超过5年以上吧。我们看到它的第一次的缸压测试，几乎都落在7到8公斤左右，严重的缸压不足，这应该是活塞环极度干燥所造成的。那我们这个分油盘的数据这么漂亮，我会等引擎回装以后，那发动一阵子，让我们再来测它的缸压，它的缸压应该就会恢复正常。那我们就期待引擎测试吧。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